过去10年你攒下的每一个鸡蛋壳可能全都白费了。这不仅是你的遗憾，更是家庭园艺界流传最广也最深不可测的一个骗局。随便翻开一本园艺杂志，或者问问你身边种菜的老邻居，他们都会热心地传授你同一个秘诀：千万别把鸡蛋壳扔掉，把它们捏碎，或者用咖啡机打成粉，撒在西红柿、辣椒和卷心菜的根部。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这能为土壤提供丰富的钙质，防止西红柿出现可怕的起腐病，也就是底部发黑烂掉，还能让植物的茎干变得像铁条一样粗壮。于是你照做了，你小心翼翼地收集蛋壳，费力地碾碎，虔诚地撒在泥土表面，甚至还拌进了定植的坑里。你满怀期待地看着西红柿苗，以为自己喂下了一顿营养大餐。但残酷的现实是，你的西红柿依然底部发黑腐烂，你的西葫芦依然疯狂落花，你的辣椒依然弱不稳定。而当你秋天翻土准备过冬时，你会震惊地发现，那些春天撒下去的碎蛋壳依然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白花花的，连边角都没有软化。更糟糕的是，残留在蛋壳内壁的微量蛋清反而招来了成群的蚂蚁、老鼠，甚至是传播真菌的害虫。你以为你在施肥，但实际上你只是在菜园里制造了一场缓慢的微型垃圾灾难。这不是你的错，而是几乎没有人愿意跟你讲述土壤化学的残酷真相。今天我们就要彻底撕开这个关于鸡蛋壳补钙的温情面纱。我将向你展示，为什么你撒进土里的蛋壳对植物来说就像一座上锁的金库。更重要的是，我将教你一种被遗忘的古老农法，只需要用到你厨房里最便宜、最不起眼的一味调味料，就能在短短几天内将这些顽固的垃圾转化为植物能够瞬间吸收的顶级水溶性钙肥。这不是魔术，而是一场发生在你厨房台面上的化学革命。当掌握了这个秘密，你将永远不需要再去花高价购买那些装在塑料瓶里的液体钙肥。让我们先来搞清楚，为什么你辛辛苦苦撒下去的碎蛋壳完全是徒劳无功。从化学成分上来说，鸡蛋壳确实是一座宝库，它大约有 95% 的成分是碳酸钙。钙对于植物就如同骨骼中的钙对于人类一样重要，它是构建植物细胞壁的核心材料。当植物缺钙时，细胞壁就会像没有水泥的砖墙一样脆弱。最典型的症状就是那些快速生长的果实，比如西红柿、西瓜、辣椒的底部细胞因为撑不住而崩塌，变成一滩黑色的烂泥，或者新长出的嫩叶变得畸形、卷曲，一碰就碎。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急着给植物补钙。但问题出在碳酸钙这种物质的物理形态上。碳酸钙极度稳定且几乎不溶于水。你可以做个实验，把一块粉笔，也就是碳酸钙，扔进一杯清水里，搅拌一整天，它依然是一块粉笔。植物没有牙齿，也没有胃酸去消化固体的石头，植物所有的养分都必须完全溶解在水中，变成极其微小的离子态，才能被根系那比头发丝还细1000倍的根毛吸收。当你把碎蛋壳甚至是研磨的极细的蛋壳粉撒在土壤里时，它们遇到雨水根本不会溶解，就像微小的石头一样死死锁住了里面的钙元素。那么大自然是如何消化这些蛋壳的呢？靠的是土壤中极度缓慢的酸化过程。土壤里的微生物在分解有机物时会产生微弱的有机酸，加上雨水中微量的碳酸，这些极其微弱的酸性物质会以肉眼无法察觉的速度，一年一年地慢慢啃食蛋壳。科学家做过精确田间测试，如果你把碎蛋壳直接撒在地里，土壤需要花费大约3到5年的时间，才能将其完全分解并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的钙离子。3年，你种下的西红柿只有短短几个月的寿命。当它正急需大量钙来膨大果实、抵抗疾病时，你却给了它一张3年后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这无异于看着一个快要渴死的人，却递给他一块万年不化的坚冰。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植物明明坐在钙的矿山上，却依然死于缺钙症。
我们没有3年的时间可以浪费，我们需要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就能被植物喝下去的液体黄金。要打破这把坚不可摧的碳酸钙大锁，我们必须向古老的亚洲农业智慧求教。在韩国自然农法 KNF 的体系中，有一种被传承了数百年的核心配方，叫做水溶性钙 WCA。发明这种农法的先驱们，虽然当时没有现代高倍显微镜，但他们凭借对大自然极致的观察，掌握了一个连现代化学家都惊叹的萃取原理。他们发现，既然土壤里的微弱酸性需要几年才能溶解蛋壳，那么如果我们在人为可控的环境下，主动提供一种安全、天然且浓度更高的酸性物质，不就能把这3年的漫长时光硬生生压缩成短短的几个星期吗？这把能瞬间劈开碳酸钙金库的钥匙就在你的厨房里，它就是最普通、最廉价的醋。不论是白醋、苹果醋还是糙米醋，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醋酸。当极度稳定的碳酸钙蛋壳遇见了温和却极具穿透力的醋酸，一场壮观的化学置换反应就会瞬间爆发。醋酸会像无数把微小的手术刀疯狂地剥离蛋壳中的钙元素，将其从不可溶的碳酸钙状态强行转化为一种全新的100%溶于水的物质——醋酸钙。醋酸钙，这才是植物根系梦寐以求的终极形态。它就像是被预先消化过的营养液，一旦接触到土壤或直接喷洒在叶片上，植物的细胞会像海绵吸水一样，在几个小时内将其贪婪地吞噬殆尽。这是一种没有任何阻碍的高效补给。这听起来像是高深莫测的实验室技术，但实际上，它的制作过程简单到令人发指。你不需要任何昂贵的设备，也不需要购买任何化学试剂，整个过程就在你的厨房里，只需花费你不到10分钟的实际操作时间。现在，请准备好收集鸡蛋壳，我们开始制作这款足以颠覆你菜园产量的水溶性钙肥。第一步，无情的清洗与剥离，这是绝对不能偷懒的一步。当你打完鸡蛋后，蛋壳内壁会残留一层透明的黏膜和少许蛋清。这层有机蛋白质如果不及时处理，在后续的萃取过程中就会腐败发臭，滋生有害细菌。用清水将蛋壳内外彻底冲洗干净，剥掉那层半透明的内膜，然后把它们放在通风处晾干。你需要收集大约10几个这样的干净蛋壳。第二步，高温的淬炼，这是90%尝试制作水溶性钙的人都会忽略的致命细节。他们直接把生蛋壳泡进醋里，结果反应微弱，甚至发霉。你必须对蛋壳进行一场高温淬炼，把洗净晾干的蛋壳放进一个平底铁锅里，不放油也不放水，直接开中小火干炒，或者把它们平铺在烤盘上，放进烤箱，用华氏350度（约摄氏175度）烘烤10到15分钟。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高温能彻底杀死蛋壳上可能残留的沙门氏菌等致病微生物，确保你的肥料绝对无菌。其次，高温会彻底碳化掉残留的微量有机膜。但最不可思议的是，高温烘烤会改变蛋壳的微观晶体结构，让原本致密的碳酸钙变得极度酥脆和多孔。这就为接下来的醋酸大军提前炸开了无数条入侵的通道。当你闻到一股淡淡的类似烤坚果或焦骨头的味道，并且看到蛋壳微微发黄，甚至带点焦褐色时，火候就到了，把它们倒出来放凉。第三步，粉碎防线，把烤脆放凉的蛋壳放进臼里捣碎，或者装进密封袋里，用擀面杖碾碎。你不需要磨成面粉一样细的粉末，碾成大约像粗盐粒或者碎米粒大小就可以了。粉碎是为了进一步增加蛋壳与醋的接触面积，让化学反应更剧烈。将这些经过烈火淬炼的蛋壳碎片装进一个干净、干燥的玻璃广口瓶中，大概装满瓶子的1/4到1/3。第四步，见证奇迹的化学反应。现在拿出你家最便宜的醋，酸度最好在5%左右，普通的白醋或苹果醋都可以。慢慢的、极其缓慢的将醋倒入装有蛋壳的玻璃瓶中。
直到醋的液面淹过蛋壳，大约占到瓶子总容量的2/3。请睁大你的眼睛，因为一场壮观的微观爆炸即将在你眼前上演。几乎在醋接触到蛋壳的瞬间，平静的液面就会像沸腾的岩浆一样疯狂翻滚，无数密密麻麻的微小气泡从蛋壳表面喷涌而出，带着嘶嘶的声响冲向水面。这不是魔法，这是化学在向你展示力量。这些疯狂涌出的气泡是被醋酸置换出来的二氧化碳气体，每一个气泡的破裂都意味着一个顽固的碳酸钙分子被成功击碎，而最宝贵的钙元素正源源不断地以醋酸钙的完美形态溶解进液体中。第5步，漫长的酝酿与呼吸。因为反应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千万不要把瓶盖拧死。如果你用密封盖死死拧紧，不断膨胀的气体压力会把玻璃瓶撑爆，变成一颗危险的炸弹。你只需要用一张纸巾、一块透气的棉布或者一个咖啡滤纸盖住瓶口，然后用橡皮筋扎紧，这样既能让二氧化碳自由排出，又能防止灰尘和果蝇掉进去。把这个瓶子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接下来2到3个星期里，这场无声的化学盛宴将会持续进行。你会看到气泡从最初的疯狂沸腾逐渐变得平缓，直到几周后完全停止。当瓶子里再也没有一丝气泡升起时，恭喜你，这意味着醋酸已经耗尽了它所有的能量，将它能啃下来的所有钙元素全部溶解在了这瓶看似浑浊的液体中。最后用细滤网将液体过滤出来，那些沉在底部的少量残渣，无法被酸溶解的微量杂质或内膜残留，你可以直接扔进堆肥箱。而你手中端着的这瓶清澈、微黄、带有一点淡淡酸味的液体，就是韩国自然农法中最具威力的秘密武器——纯净的100%水溶性的顶级液体钙肥。这瓶液体的价值足以抵得上你在园艺店花几十美元买来的高档合成钙肥。那么我们该如何使用这瓶威力巨大的液体黄金呢？请记住，这是一瓶极度浓缩的精华，绝不能直接浇在植物上，否则会因为浓度过高而烧死根系。使用前你必须进行极大比例的稀释，标准的稀释比例是1:1000，也就是说只需要取出1毫升的水溶性钙液，大约用滴管滴几十滴，加入到1升，也就是1000毫升的清水中混合均匀。这就是植物最完美的高钙特饮。你有2种极其高效的施用方式，第一种是根部灌溉，在西红柿、辣椒、茄子这些对钙需求量极大的作物开花前，以及刚开始结果的时候，每隔1到2周，用这种稀释后的钙水浇灌植物根部。水溶性的醋酸钙会瞬间渗透土壤的每一个微孔，直接被根毛大口吸入。你会发现你的西红柿再也不会出现底部发黑的祈腐病，果实会长得异常饱满、沉甸甸的，表皮光亮且极具弹性，就算经历暴雨也不容易裂果。你的辣椒茎干会变得像小树枝一样坚硬，足以支撑挂满枝头的果实而不倒伏。第二种是叶面喷洒，这是最让现代农业震惊的一种补钙方式。植物不仅能用根喝水，它们的叶片表面布满了微小的气孔，同样具备极强的吸收能力。将1:1000稀释的钙水装进喷壶，在清晨阳光还不猛烈或者傍晚太阳落山后，均匀地喷洒在植物的叶片正反面。透过叶面喷洒，水溶性钙能够完全绕过土壤。有时土壤过于干旱或过度施用氮肥会阻碍根系吸收钙，直接进入植物的血液循环系统。叶片会在几十分钟内将这些钙离子吞噬干净。这是一场绕过所有障碍的直接空投补给。你会看到原本软塌塌的新叶会迅速变得挺拔厚实，植物的抗病能力将呈几何级数飙升，连那些讨厌的真菌孢子都很难在如此强壮的叶片上扎根。当你掌握了这项古老的技术，你对待厨余垃圾的态度将发生彻底的改变。那个曾经让你头疼、无处安放、撒在土里3年都不烂的鸡蛋壳，现在成了你菜园里最宝贵的战略资源。
你不再是一个盲目听信网络谣言，把垃圾直接扔进土里的盲从者，而变成了一个精通化学与生物法则的炼金术士。你用一瓶不到$1的廉价食醋，加上几分钟的烘烤，就破解了大自然最坚固的碳酸钙密码，将漫长的3年腐化期极限压缩到了短短的3个星期。你没有向那些化工巨头妥协，没有去购买那些装在华丽塑料瓶里的昂贵化学肥料，你用自己的双手和最纯粹的物理化学原理，重新夺回了掌控土壤肥力的权利。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废为宝。这不仅仅是省下几十块钱的问题，而是一种对待土地的敬畏，是一种深刻理解自然运作规律后的优雅驾驭。当你拒绝了商业社会为你铺设的依赖陷阱，选择用智慧去唤醒那些沉睡在厨房角落里的元素时，你已经在践行最高级别的自给自足。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揭开了你多年来关于鸡蛋壳补钙的巨大盲区，如果你想继续学习更多用极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创造出颠覆性价值的硬核生存技巧，请立即订阅并点赞我们的频道。但在你准备去厨房拿鸡蛋壳和醋之前，我想先听听你的声音。在过去的种植经历中，你还听说过哪些广为流传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的种植偏方？是洗米水浇花，还是茶叶扎埋土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挑选大家最困惑的几个偏方，在接下来的视频中用最硬核的科学视角为你一一扒开它们的真面目。持续关注我们，让我们一起打破信息的壁垒，解锁更多大自然的隐藏财富，用最简单的方法找回生活的自主权。我们下次见。